看它这儿有个自由涂鸦区，等于你可以买这种笔，然后在这儿刷，你知道吧？墙涂的，我靠，会涂厚了，我感觉。这个就是交通茶馆。哎呦，怎么俩了？现在还重庆的老年俱乐部干什么呢？打麻将。哎呀，本来今天要来拍这个黄觉坪涂鸦街啊，然后呢，地铁站出错了，应该在四川美院那个4号口出，结果出成这个黄觉坪4号口。我还上来一看，我说靠，怎么不对呀？但是出来有个江景可以看，还挺不错的啊。这个18号线这个地铁是应该就是去年年底开通的吧？对，反正20年还是19年那会儿来旅游的时候，这边是没有这个地铁线的啊。那会儿还要在杨家坪坐公交车才能到这边来啊。这边可能以前也是一个相对来说，我感觉大部分都是这种铁路家属院吧。你看这儿应该是重庆南站啊。这次走到上面来了，它底下有个口。你看这是1号口，你看下面是什么2号还是3号口吧，就是在底下啊，可以来看一下。然后呢，这个就是长江啊，大家来看一看。它这个底下就是重庆南站啊，然后现在对这个江就是长江，然后看那个就是华龙桥陆海国际嘛，这边渝中半岛，等于这样从这个重庆南站一过去，就直接到我拍那个财源坝了。这是最老的，这应该是最老的那个成渝线啊，就是我不是当时说过吗？沿这个江边走，就这么过来。然后我上个月就是说，我一般拍视频都要提前先过来看一遍嘛。口是在底下也有口，然后这就是它这个现在应该是类似于一个货运的这种火车站了吧？应该可能还在用，具用不知道了。你看这整体的这个状况，然后你看这边还有个老房子。其实还挺有年代感的，我估计都是给这个铁路的这些家属分的，一看就是这种楼嘛。这以前是个门啊，也可以过来。我比较喜欢看这种老房子。长江上都已经干了，看没有？那应该再过几个月就应该能完全就是露出这个土地了。然后看这有很多这个人在上面玩呢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啊，在这块儿。然后呢，这个地儿叫黄觉坪啊。那读错就读成讲了，这个是一个单音字儿，很多人读错。我发现重庆这边这种坪啊，什么黄觉坪、杨家坪、李家坪，对吧？这各种坪、南坪，它应该都是在江边的这种，从江边，然后上到一个类似于小山坡那种感觉啊。然后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人居住的地方，它们可能就叫坪了，应该就这个意思。咱们现在就沿着这个它这个18号线的这个方向。走的这个涂鸦街吧，它这个整个一片大街区都可以算黄觉坪啊。然后这个长江对面是这个南岸巴南交界了，应该是看了眼地图，你看这边就应该属于巴南区了。你看这像以前的那种城墙吧，还是什么建筑啊？我感觉你看也是挖的，感觉。黄觉坪这边属于九龙坡的这种老社区了，比较多啊，新楼比较少。反正新楼，你看这种楼。也不会说太新，这个估计零几年左右的吧，10年往后都不太可能，就这种风格。然后还有这种老学校，你看这种应该都是翻新的。哦，这个我当时看过，这应该是一个铁路的学校吧，可能以前属于什么铁路子弟，因为这边我估计这边啊都是这种铁路的家属区啊。你看，九龙坡铁路幼儿园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本地社区应该住起来也挺舒服的，而你看这边的坡呢，它都属于这种缓坡啊。刚才有骑这种电动车的了，已经，它不像渝中南岸那种坡那么陡。而这边的话，基本上我觉得都属于本地人住啊。你看这个本地社区，杨九路，走到一个比较整个角落里来看一看啊，它这个小区。这边的小区它并没有脏乱差，但是就是很多老的这种厂房啊，你看这就像一个厂房吧。看这个楼建的，其实你看这都是属于江景房。你在重庆想弄个江景房很容易，我觉得买这种老小区的位置。重庆一出晴天还是挺漂亮的，但是这种天气在重庆的冬天就很稀有，你知道吧？它不像北京天天冬天出太阳。这是一个。其实它出太阳的话，重庆的温度是很合适的。你就是说中午可能穿短袖有点夸张啊，但是就是说你穿一个稍微薄点衣服没有问题，挺舒服的。
那问题就是它大部分时间呢，都是它这个属于是阴天啊，阴天、雾天、雨天这三者啊，就是随机组合吧。所以它的阴天就会特别冷，是这样。刚才看完铁路幼儿园，这又是一个铁路小学，等于是这相当于重庆铁路部门一体化的一个学校。还有它这边左边有它的历史，那个小学还挺不错的呢，应该是重新翻新了一下。看这学校很早之前就有啊，这边就跟那个，你不能说它是一个院儿啊，它倒没有说围起来像北京围起来那种院落，但它整个这区域就是铁路。你看你这么看，一座楼建在那种坡上就特别高，看这个楼。像北京的这种，像北京的丰台区，像北京的这个丰台区就有很多这种铁路的啊，分的楼啊，分的这种分配的学校什么的。差不多嘛，因为当时来重庆旅居也想，就是说重庆和这个北京它是有很多相同之处啊，就从建国以后，它等于说你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同时发展的。当你说等级肯定还是北京高，对吧？但重庆它一直作为这个战时首都陪都嘛，对吧？它是做一个准备，所以你看它很多，你包括渝中区，比如重庆的这个渝中区，我住这个区域，很多就是说是市委、市政府。那北京上东西城不也这种状况吗？然后海淀是科教，重庆山峰坝是科教。山峰坝到时候看看也拍一期吧。哎，这个就是到它涂鸦街了，应该是。你看这些楼，这应该，我不知道它后来是政府因为这个出名了这么弄的，还是说就是学生喷上去的啊？你像这种满楼这么喷，一般人可喷不了，你知道吧？这墙上呢还是挺容易的。重庆也有那种三蹦子，看有牌没牌。北京一般都有个牌儿，他这没有牌儿啊。重庆好像有个牌儿，什么残模之类的，就是北京残模反正是最无敌的存在啊，长安街都能起。哦，这个黄菊花园，我在20年的时候来的时候，我记得里头有个串串吧，当时啊是有个串串，挺好吃的。我和我那小哥们一块吃的，味道当时第一次感受到比较正宗这种川渝这种串串。北京的很多，哎，怎么说呢，一般了就。我进这小区里看看，叫黄菊花园。哦，这是还窗户弄的还挺有意思的啊。这个很有这种00年到10年这种建筑风格，看到没有？第一次来重庆旅游的时候，这个小区就给我留下来挺多印象的。这跟那种传统的重庆老小区也不太一样。哎，是不是这火锅当时吃的？我忘了，反正当时是一个串儿。重庆的老年俱乐部干什么呢？打麻将。看看啊，这个社区挺好的，挺不错的。这个阳光从这儿穿进来，挺漂亮的。这个社区干什么都有。它这个叫黄觉坪街道邮电支路社区啊。为什么叫邮电支路？不知道啊。邮电这个词儿也是个老词儿了。以前那个咱们这个国家还有人民邮电呢。大家知道现在这是什么部门吗？我估计这社区可能跟这有关系啊，具体评论区可以说一说。哦，对，还发现了一个什么呢？就是在重庆这边或者南方吧，就以重庆吧，重庆住时间长，就是电车更多啊。一个是电车更多，因为它冬天没那么冷，毕竟还是没那么冷。第二呢，就是说实话，在南方这边车还是以这种就是开的舒适，像很多这种日系车呀，或者说韩系的比较多，就是开着舒服。然后北京的话，就是什么奔驰、宝马、奥迪就一水儿那种特别多，无论是公车也好啊，还是什么车也好，就是我这是最近感觉到，以前没觉得，的确是，北京尤其什么一水儿什么 A6啊，这个那个的，反正可能为了面子啊，或爹有钱，对吧？这是一个，哎，你看这小区里就有一个超市，对，然后你看这个小门就出去了，真正的老年俱乐部。还要卖这种兔子的，在北京已经不让这种摆这种活的了啊！以前是可以，后来都不让。重庆这边还是可以。
你看走这条街啊，这条街主要卖这种工艺纪念品啊，然后他写了他这块这个地区发展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地标，比如说1952年重庆的发电厂，你看我刚刚也说了嘛，这有很多这种厂房嘛，然后重庆南站，然后1952是南站，1940是四川美院，当然这个路可能录不清楚啊，然后咱先往这个前面走一下啊，然后一会儿往这边也可以走一下，当时旅游那年我记得。反正走到最前头也有个老小区，我一会儿去看看还在不在。哎，你看这些楼就有涂鸦了，看没有？你看它这儿有个自由涂鸦区，等于说你可以买这种笔，然后在这儿刷，你知道吧？就这儿是可以涂鸦，但你看，比如说它这个居民楼啊或者什么的，我觉得这更像是请人弄的啊，不可能是说个人自己这么刷上去。你看它这个门儿也都刷成这样。你看这有卖画材的嘛？它不是旁边有一个川美吗？所以他们画画的很多都要这个买那些耗材，反正有的都还挺贵的。它那个工具，身边人也有学这个的。这儿有一个坐标9渡口杨家坪，这边也属于一个游客区啊，你看明显这边人多了，很多人就在这儿来这儿旅游嘛，看一下。因为你像国内很少有这种允许涂鸦的地区啊，还是比较少的。现在，你看这块也都是，你看有这种涂装了。它这种老的这种楼吧，它这应该是外面是阳台的感觉啊。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这个叫什么交通茶馆啊。重庆那帮搞说唱的那个哥们儿，他们不是我记得。17年还是19年还是18年拍了一个什么 Cypher， 在这儿拍的我还有印象。这个地方我印象还是挺深刻的，因为那年旅游的时候，然后我们不是4、5个哥们儿嘛，有人想去死狗，然后我们有些人，比如我就觉得死狗那种跟北京南锣鼓巷一样那种商业区没什么意思，然后就没去。然后没去这帮人怎么着，就在这儿找了一个网吧，玩了他们一下午。电脑，那网吧估计可能已经不在了，很多年前了。转过来再看一下，然后它这边都是有涂鸦的，包括这个应该是这几年新画的吧，我记得以前没有。这块我也有印象，看一看，我记得是有个楼梯还是怎么着，然后楼下还有一大片地方，我看是不是这样。所以在重庆这些老小区还是挺有意思的啊。在这儿有公共卫生间，我记得有一个什么门可以推开，记得当时找到。哦，对，就在这儿。这个画面，我操，5年前了，我有这个印象。这儿应该是可以往下走。哎，你看这人家。这不是人家里啊，是商，但你看这就像这个居民区改的感觉，可以走上来，看没有？后面嘛，你看这台后身这块就也是那个涂鸦的楼啊，你看它这边就没有涂鸦，你看这个就是它最早的这个居民楼的感觉，就是这样的。这估计就是80、90年代建的吧，当时。然后这块这个小区就是比较新的，然后刚才也有居民往上走，等于这也是可能也是个居民楼啊，就是说它楼下是底商，反正很生活化的一个区域吧。你看这个应该就是重庆那个铁路那楼，对吧？我就不往上走啊，楼上咱也不清楚。上海卫生间，看重庆人的生活，打麻将。就是玩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感觉，哎，很好，你知道吗？享受当下。然后这就又出来了啊。那这边这个涂鸦，其实在这块儿，如果以后有机会啊，我操，可以在这边住个一段时间。就是我上个视频说这个，我要就是说结束重庆的这个旅居，
很多人问去哪儿什么的，应该还是回北京啊。然后呢，以后我就是我自己弄了一个概念叫轻旅居，比如在一个地儿待7天或者半个月，也不用待1个月或者说半年、1年，时间太长了。重庆这城市因为我比较喜欢，所以各方面原因啊，我待了1年，要待1年，5月份到1年，所以说就是大概是7天、1周、半个月，哎，比较合适。看到没有？这个就是交通茶馆。哟，怎么俩了？现在还？哦，这一个面馆，一个茶馆。这个交通茶馆应该是最老的啊。一会儿进去可以看一下。这天气今天真的不错啊，晴天太难得了。你看它这边的老小区，感觉跟渝中那边老小区时间差不多，但是这个涂鸦弄得还的确挺好看的，我觉得还可以。你看，这边是这种色块，然后渐变上面，整体的感觉。然后咱们现在去这个茶馆看一下，然后来带大家看一下这个交通茶馆啊。然后我把视频音量给它静音了，因为这里放音乐了，有背景音乐 YouTube 那个版权就过不去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茶馆呢，很早就有了，大家也可以看到，这是一个非常老的茶馆。然后它外面有这些学生或者游客的涂鸦啊，里面是它的那个老茶馆的这个状态。里面没多录啊，因为我看人家商家可能不太愿意，我简单给大家录了一下。大家如果你来重庆玩的话，你们也可以来这儿看一看，其实挺有意思的，喝个茶，其实也不贵啊，10块钱1位吧，至少好像。我记得以前小窗口还能卖冰粉啊，现在好像不卖。它这还有一个涂鸦地图，此处监控，大家到底让不让涂？然后这块是一个公共卫生间。其实这个老小区改造的就是挺有意思的。他把这个整个的这个老区给它弄活了。你要说如果说它没有这个涂鸦这个东西的话，其实也很难盘活，因为它这个位置其实在没有这个地铁。你看，这个地铁就是我原本应该出站的地铁啊，我走了1站地，相当于是。那没有这个地铁的话，它这边其实是比较偏远的一个地方，相对来说对于游客来说啊，可能对于九龙坡来说还是可以的一个位置，因为九龙坡也很大。但是呢，你要对于游客来说，这个位置就比较远了。对吧？但他现在这样盘活，而且现在又弄了一个这个地铁站嘛，对吧？直接出来就是，也不用再坐公交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肯定还是会持续活很多年的。而你像涂鸦啊，这包括这些就比较新兴的这种艺术形式啊，非主流形式这些东西，对吧？在国内社会，将来肯定还是年轻人的重点，对吧？罗森啊，我都把我那公寓底下罗森刷成金卡了都。卫生间旁边就是这个交通茶馆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又回到这个叫邮电路啊，一个东西向的一个路。你看那太阳要下山了，看能不能找到那个以前我就是路过的一个老小区呢。当时旅游的时候，那会儿什么小红书啊。各种旅游的资源就是知识贴特别少，那会儿都得看知乎或者看贴吧上一些旅游的信息吧。然后就当时就瞎走到一个老小区，然后正好我也拍这个延伸段啊，应该是这一路往西走过去，才能到那个四川美院那块儿。这个就走回刚才来的那个地方。然后咱们一路往西走，这边有很多那个叫什么 TFY 是吧？不太懂这个。这边都是这种追星的啊，然后就是要不就是这种奶茶店，要不就是卖这种美术画材的。你看，这一路都可以涂啊！你看现在这么多人在涂这个，以前没有这么多人。很多都是这种小孩儿在这儿画，墙涂的，我靠，会涂厚了，我感觉。但其实还挺有意思的，挺好看的。你看这还有一个电力高等专科学校，楼梯也给涂上了。
现在看这个楼，其实已经是属于四川美院的楼了，它具体是什么楼不清楚啊。哎，我觉得像宿舍楼。然后你看它这个底下全被涂上了，啊，楼梯啊，包括它你看第2层这个底上也全涂上了。你看这还有一个大的雕像，这是戴耳机，是 DJ 还是什么呀？但它底下拿的是键盘啊，那就是打游戏呗。然后你看这底下有很多这种工作室，你往往这种学校美术学校旁边肯定就会有这种辅导的机构嘛，比如说帮助让你考上这个学校之类的，对吧？啊，你看这个就是重庆工艺美校啊，这个学校应该很老了。刚刚看这个牌儿，是吧？我记得刚那个牌儿写了一下这个学校。然后咱们再往前看看，再往前就应该到旅游这个游客的这个终点区了啊，一般就不用再往前走。然后咱们在这个视频的末尾再往前走一走，小卖部也被涂上了，这扎一跳舞。整个它这个上面，你看里头应该是学校啊，你们帮我看一下，是不是学校？应该就是学校。你看现在这个路牌已经写的是这个叫电力五村，因为刚才不是有个电厂吗？这还有一个水厂。重庆的这个很早以前这个城市的基底，就是工业城市的感觉啊。这个是电力高等专科学校，像这估计以前的话，能上这种学校就不错，出来可以有分配工作，对吧？现在就不一样。对，第一次看涂鸦，有人在这现涂在这儿啊，我觉得那会儿是一帮学生，应该就是他们这儿的学生在这儿涂。到后来我想，为什么今天没有？因为而且现在属于这个还属于放假的时间了。哎呀，这自由职业弄的这都不知道时间了。你看，都在涂鸦。它里边就应该校园啊。你看这个楼，这个楼估计就是可能也是学校的楼啊。反正这个学校也很老啊，其实。因为大家知道这种中国，其实我不知道国外怎么样，国内这些学校，在以前都是建在郊区的，你懂什么意思吧？比如说现在这个什么清华北大呀、人大呀，像海淀那个地方，以前都属于郊区嘛。以前的学生是要坐火车的，在西直门。你看这块都是这种涂鸦啊。这个楼，我记得当时我第一次来的时候，应该还有人在住。现在属于一个不能说是危楼啊，但是你看这个，我操，栏杆都没了，已经进不去了。你看已经给垒上了这个墙，挺有意思的啊。我估计如果我下次再来，这个楼应该已经没有了。我感觉楼是要拆的意思。前面这个像学生的感觉啊，全是涂鸦。它这个颜料还挺便宜的，10块钱2瓶，自选3色，10块钱。其实应该我也涂一个啊，但我估计我涂完我这 logo， 肯定有人给我盖。好了，各位，那这一期视频就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当然，我在这个黄杰坪社区的探索还没有结束啊。那下期其实是我更想推出的一个视频内容，是我探索到了一个几乎说可以从建国40、50年代到现在的一个现在都存在的一个社区，它的这些建筑风格保留了上世纪50年的建筑风格，也有现在建筑风格，它在一个社区里啊。那么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的下一期视频，然后我就不做那种预告的形式了，因为我现在先不想把这个片儿放出来。老样子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给我3连关注、点赞、YouTube 点赞、订阅，同时我也在 TikTok、西瓜视频、抖音、B 站这些平台都在发布我的视频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再关注一下我其他的平台。那么大家下期再见。那个老小区感觉有点找不着了。因为我觉得当时走这儿差不多了，要不就是给拆了，就刚才那个停车场那块儿。反正像这种楼，但这个楼怎么进我没找怎么进啊，我可以一会儿登下这个楼梯看一下。